这两天尼泊尔发生了骚动，一个国家的政府，包括总理跟总统，就因为一条社交媒体的禁令，在短短几天之内全部辞职，彻底垮台。这个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就在尼泊尔已经发生了。一场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网络审查，怎么就突然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政治海啸呢？一群年轻人怎么就能够在一夜之间让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彻底瘫痪了呢？更关键的是，在这样一场风暴的背后，中国、印度跟美国这三个大国又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觉得这个肯定不仅仅只是尼泊尔一个国家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预言。它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当国内的民怨跟国际政治的较量激烈碰撞的时候，会爆发出多么具有颠覆性的力量。我们还是先从故事的导火索说起，这个导火索很有这个数字时代的特色。2025年8月28号，尼泊尔的总理奥利他突然发布了一个非常强硬的最后通牒，他说什么呢？所有在尼泊尔运营的社交媒体的平台必须在7天之内向政府注册，否则就要全部封掉。这个命令的法律依据其实是来自于5年前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决，要求监管网络上的不良内容。你猜最后怎么着？期限一到的时候，9月4号的午夜，政府它真的就拔掉了插头。Facebook、WhatsApp、YouTube、X 等等26个主流的社交媒体一夜之间全部黑屏，尼泊尔瞬间变成了一座数字孤岛。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戏剧化的情况，就是禁令只有一个例外，字节跳动的 TikTok。 为什么呢？因为它早在2024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乖乖的按照政府的要求完成了注册的手续，所以本次封锁当中 TikTok 是毫发无伤。这个看起来只是企业合规的一个小细节，但是却在无形当中为后面排山倒海的抗议活动保留了唯一一个拥有巨大的流量跟动员能力的数字平台。这样一种荒诞的情节，我估计连决策者他们当时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网络禁令带来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你要知道，这个国家15到40岁的年轻人占了总人口的 43%， 青年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 20% 以上。尼泊尔是极度依赖侨汇的国家，侨汇的收入占到了 GDP 的 22% 以上。对于数百万在海外打工的尼泊尔人来说， WhatsApp 跟 Messengers 是他们跟家人联系的生命线。政府的禁令一下，这样一条纽带瞬间被切断了。同时，那些严重依赖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做生意的那些旅游业啊、手工业，还有无数的小微企业，他们的业务也就立马停摆。所以一个简单的网络禁令，就从一个非常抽象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迅速变成了关乎每一个尼泊尔家庭生计的民生问题。所以面对这样一种滔天的民怨，这个总理奥利却异常的强硬。他说什么国家的独立性远远比少数人的失业更重要，而且还指责这些网络平台藐视法律，不尊重国家尊严。但总理的说辞在早就已经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年轻人耳中听起来无比的虚伪。他们的回应很简单，而且很直接，变成是街头响亮的口号：关闭腐败，而不是社交媒体。其实社交媒体的禁令只是点燃了隐性的火花，在这样一根引线下面是积蓄了几十年的能量，快要爆发的一座沉默的火山。尼泊尔的 Z 世代的这个愤怒根植于3个深刻的绝望：经济困境、腐败、癌症跟信仰的崩塌。我们先说一说经济困境。尼泊尔青年的失业率它常年维持在 20.8% 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每5个走在街上的年轻人就有1个是找不到工作的。既然在国内没有出路，他们也就只能够背井离乡。根据统计，每一天有多达2000甚至5000名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去海湾国家，去马来西亚或者去印度干那些非常低薪而且非常高强度的体力活。这样一种大规模的青年外流，虽然换来了能够勉强维持国家运转的侨汇，但也形成了一种让人绝望的代际循环，就是父辈在海外打工汇钱回来养育子女，但是
这些子辈长大以后还是只能继续出国打工。而与此同时，国内的物价还在飞涨。2023到2024年间，通胀率在 5% 到 7% 之间波动，蔬菜的价格涨幅一度超过 43%。对于失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个真的是雪上加霜。那如果说经济困境是慢性病，那么腐败就是轻视这个国家的恶性肿瘤。透明国际的报道显示啊，尼泊尔在180个国家当中，腐败排名第108位，是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家。而且腐败不是个别官员有问题，而是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顽疾。近年来在尼泊尔爆发的2起大案是彻底撕下了他们本国政治精英的伪装。那第一起叫做合作社的骗局，这个合作社本来应该是服务社区的金融机构，结果他们却非法挪用储户一生的积蓄，金额高达数百亿卢比。这个案子啊，牵涉到一大批跨党派的高层政客，甚至包括了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他们掏空的是成千上万个普通尼泊尔家庭的未来。第二起更无耻，这个是假冒不丹难民的骗局，一个由前内政部长、前副总理等政府高官组成的一个犯罪团伙，把875名尼泊尔公民伪装成不丹难民，然后向每个人收取数百万的卢比，承诺会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但是真正会点燃本次抗议骚动的是在这个数字网络平台上的一个流行的标签权贵二代。也就在网络禁令颁布以前呢，一场运动在 TikTok 上面病毒式的传播。年轻人收集了这些本国的政客子女，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奢华生活，比如说进口的豪车，在迪拜跟欧洲的度假，满身的名牌。然后他们把这些画面跟另外一组本国画面形成了非常残酷的对比，就是普通的尼泊尔青年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搬砖，或者是在海湾国家炎炎的大太阳下面劳作。这种非常残酷的对比后面是深刻的代际背叛感跟绝望感。 Z 世代的父母在海外用血汗换取侨汇供养国内的经济，而政治精英的父辈却在国内用腐败攫取国家资源，然后供养他们的子女在全世界挥霍无度。所以当 Z 世代在 TikTok 上面刷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贫富悬殊，而是对于自己父母所经受不公正的切肤之痛。而政府的社交媒体禁令恰恰就是要切断这个揭露不公、凝聚愤怒的窗口。这个不就是因为他们公开承认政府自己心虚吗？所以火山也就这样引爆了。Z 世代的愤怒之所以如此的彻底，还因为它建立在政治信仰全面崩盘的这个废墟上。废除了君主制之后的尼泊尔，他们非但没有能够迎来民主、迎来自由、迎来稳定的生活，而是短短16年里面换了13届政府。几个主要的大党为了争权夺利，不断的进行毫无原则的结盟与背叛，形成了一个轮流坐庄的政治卡特尔。所以对于尼泊尔的 Z 世代来说，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真正值得信赖的政治，对于所有的传统政党都极端鄙视。所以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的选择不是支持某一个政党，而是要彻底掀翻整个牌桌。这样一场风暴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更是一场由数字原住民发动跟定义的新形态的革命。当政府试图关闭 Facebook 跟 X 来拔掉插头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反而将所有反抗的能量都汇集到唯一幸存的，也是 Z 世代最得心应手的战场 TikTok。TikTok 的这个算法跟短视频的形式，让它成了天然的去中心化的动员引擎。抗议者制作的短视频，记录警察暴行的瞬间啊，或者是揭露腐败二代的奢华生活，这些短视频都能够通过算法病毒式的推送给成千上万的用户。这样一种传播模式，它天然的不需要中央指挥，信息节点是自发生成，快速复制，完美的契合了这样一场无领袖抗议的需求。一个在加德满都街头拍摄的15秒的视频，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够点燃远方城市的怒火。这里
出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地缘政治的悖论。尼泊尔政府的禁令客观上是为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 TikTok 创造了舆论的垄断地位，但是这个平台却被当地的民众力量征用，变成了一个颠覆被外界认为与北京关系密切的这样一个侵华政府的强大工具。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在全球化的时代，数字平台的所有权它并不等同于叙事权的控制权，所以张一鸣其实他完全可以拿这个案例来打美国人的脸。而尼泊尔的 Z 世代的抗争哲学也跟前辈是完全不同，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所以对于言论自由、信息透明有着天然的亲近。他们的核心口号是不保皇，不支持任何政党，这背后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决裂。他们唾弃的不仅仅只是某个政党、某个政客，而是整个议会政治的体系。他们渴望的是一种全新的青年的高效的治理模式，而在去中心化无领袖的表象底下，其实还是有两个关键人物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组织核心和精神象征。第一个是一个叫做我们尼泊尔人的公民组织，它的创始人是苏丹古龙，曾经是一个 DJ 跟夜店的老板。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促使他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所以他创立了我们尼泊尔人这个组织。而在本次的抗议活动中，我们尼泊尔人展现了高超的数字组织的能力，他们迅速转向 Instagram 跟这个加密通信的运用 Discord， 他们发布详细的这个抗议指南，他们号召学生穿着校服携带书本去上街，以此来塑造运动和平理性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活动的资金是来自于国内公众的小额捐款，这个让他们拥有非常高的公信力，很难被对手贴上是外国代理人的标签。而第二个关键人物是本场运动的一个精神象征，也就是加德满都市的市长巴伦沙哈。巴伦沙哈他的背景极具传奇色彩，他现在非常年轻，才35岁，是一个拥有印度工程学硕士学位的工程师。那与此同时，也是尼泊尔嘻哈界非常有名的说唱歌手。2022年，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击败了两大传统政党的候选人，当选首都加德满都市的市长。他的胜利本身就是年轻人对于旧的政治秩序的一次用脚投票。他上任以后用雷厉风行的技术官僚式的风格来推行他的政策，比如说市政府的这个会议用网络来直播强力整治垃圾问题，拆除大量的违章建筑，所有这些非常务实的举措为他赢得了实干家的声誉，也满足了民众对于青年高效治理的渴望。在本次抗议活动当中，巴伦沙哈的角色很微妙，他没有直接走上街头，但是通过社交媒体公开表达对于年轻人的完全的同情，而且他警告政客不要试图劫持这样一场自发的革命。在无数抗议者心中，他就成了本场运动所追求的一个政治理想的化身。这是一个独立的、专业的、有魄力的、不受旧政治污染的未来的领袖。8月9号，审判日到了，数以万计的尼泊尔年轻人响应号召，涌入了加德满都的街头。最初的和平集会很快就在人群的激愤情绪跟警方的紧张对峙当中失控了。那部分示威者他们冲破了路障，试图要冲击议会大厦。当人群试图接近议会大厦的时候，警方开始了暴力镇压，甚至在多个不同的地点，警察向人群发射了实弹。这样一场镇压最终导致了至少1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个成了尼泊尔内战结束以后最血腥的一天。警方的暴力瞬间点燃了民众的怒火，人群冲破路障，纵火焚烧了议会大厦、最高法院以及主要执政党的总部。总理奥利以及多位前总理的私人住宅也遭到了袭击跟纵火。尼泊尔政坛的元老前总理德乌帕跟他的妻子在街头被愤怒的抗议者包围殴打，这个标志着民众对于旧式精英的最后一丝尊重都荡然无存了。在这样一场混乱当中，一个来自于军方的消息人士通过媒体传递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这个运动的目标是让青年来引领国家前进，而不是由军队
来引领。那这句话被广泛解读为军方对于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表示不满，并且对于青年抗议者的诉求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那国家这个最后的稳定器似乎也开始动摇了，于是政府的崩溃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面对无法控制的局面跟来自于执政联盟内部的巨大压力，奥利政府在短短几天内土崩瓦解。首先是内政部长引咎辞职，紧接着农业部长、青年体育部长、水利部长等等多位内阁部长相继辞职。那最终在9月9号，总理奥利宣布辞职，而将这样一场政治的地震推向顶峰的是总统保德尔的辞职。国家的行政领导层在不到72小时以内彻底蒸发，尼泊尔陷入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而最讽刺的是，在政府垮台以前，那样一条引发了所有这一切骚乱的社交媒体的禁令被匆忙撤销。但是这样一条撤销的命令已经无法挽回任何事情了。尼泊尔的内部动荡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它发生在地球上地缘政治最敏感的区域之一，这里是中印两大文明的交汇处，也是中印美三大国利益激烈碰撞的前沿。尼泊尔的悲剧就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像是一个攀鼠一样，被夹在中印两大巨人之间，这个让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样一场权力游戏的战略要地。对于北方的中国来说，喜马拉雅山这样一道天堑极大地增加了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或者是后勤补给的成本跟难度。而对于南方的印度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印度与尼泊尔共享长达1700多公里的开放边界，地势平坦，文化相通，人员物资可以自由的流动。这样一种地理上的不对称性，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印度对于尼泊尔拥有中国难以企及的天然的压倒性的影响力。从新德里的角度来看，尼泊尔就是印度的后院，是其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带。近年以来，奥利政府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亲华的倾向，非常积极的拥抱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个在印度人看起来是对于其核心利益的直接挑战。所以当尼泊尔内部出现颠覆奥利政府的动荡的时候，印度有极强的动机去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来支持亲印的势力，来纠正尼泊尔的外交路线。甚至说得更明白一点，本次运动的背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印度政府在背后推波助澜呢？其实印度手上的牌很多，经济上尼泊尔超过2/3的对外贸易都是依赖印度，政治上印度与尼泊尔的主要政党他们保持着长期而且深厚的联系，而文化上两国共享的这个印度教的文化跟语言更是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尼泊尔的战略价值也日益凸显，但是博弈却面临着天然的地理上的困境。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尼泊尔有3点，第一个就是确保西藏边境的安全，一个稳定的尼泊尔至关重要。第二点就是推进一带一路，以中尼铁路为核心的这个跨喜马拉雅多维互联互通的网络，旨在打破印度对于尼泊尔的陆路交通的垄断。然后第3点就是以此为支点来拓展在南亚的影响力。但挑战同样巨大，因为除了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地缘劣势之外，中国在尼泊尔的投资也常常因为尼泊尔国内的政治斗争跟对于债务陷阱的担忧而陷入争议。奥利政府的倒台对于这些项目构成了直接威胁。此外，尼泊尔与印度根深蒂固的这个文化联系是中国不能够相比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在尼泊尔仍然处于劣势。而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防止任何一个对手，当然主要是防止中国完全控制这个地区，以便服务其更宏大的印太战略。美国主要的工具是其价值5亿美金的一个千年挑战公司，也就是 MCC 援助项目。
旨在帮助尼泊尔修建输电线路跟公路，但是这个看似发展援助的项目却在尼泊尔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激烈的政治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协议当中的部分条款被认为是侵犯了尼泊尔的主权，而美国官员曾经多次公开表示 MCC 是其印太战略的一部分，这个就使得这个项目被普遍视为是带有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意图。执政党跟反对党都围绕着到底应该亲美还是亲华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性的政治斗争。你支持一带一路，那我就给你贴上一个卖国的标签，那你在推动 MCC， 我就说你是引狼入室。这样一种由外部议程来驱动的内部的极化，让本来就非常脆弱的政府彻底失去了处理国内问题的能力跟政治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尼泊尔的政客们，他们整天忙着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以换取外部支持跟获得个人的利益，但是却完全忘记了处理国内那些即将喷发的火山，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就这样在无休无止的内耗当中被彻底掏空了。所以当 Z 世代的怒火因为一条社交媒体的禁令而被点燃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早就已经被大国博弈搞得精疲力尽、虚弱不堪的政府，而这个政府除了采取最愚蠢、最原始的暴力镇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策略，它的垮台也就必然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反过来说，尼泊尔国内危机的爆发也立刻为外部势力的干预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窗口，直白一点来说，就是为印度的干预创造了机会。那权力真空出现了以后，印度、中国跟美国都将会不可避免的去试图影响新政权的这个组成跟政策的走向，以确保扶植一个亲自己的政府上台。这样一种局面极其容易演变成一场危险的代理人战争，让尼泊尔陷入更深更持久的动荡。所以可以说，尼泊尔年轻人他们的愤怒是真诚的，他们的诉求是内生的，但是他们的抗争却在不经意间成了大国棋局上一颗被动的棋子，而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并非如他们所愿。尼泊尔当下的困境其实是过去一系列历史创伤叠加的结果。第一个历史的回响是2001年的王室血案。2001年6月1号，加德满都王宫内枪声大作，国王比兰德拉一家9口被杀。官方调查的报告将惨案归咎于王储迪彭德拉为情所困，酒后行凶，但是这个结论在民间从来没有被接受过。流传最广的阴谋论将矛头直指惨案当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王室直系成年男性国王的弟弟贾兰德拉，认为他是为了篡位而策划了大屠杀。这样一场王室血案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尼泊尔民众心目当中君主神性的传统的观念，这个是他们经历了第一次重大的信任崩塌，国家最神圣的象征一夜之间沦为阴谋跟血腥的代名词。而第二个幻灭的遗产来自于毛主义革命的褪色。那如果说王室血案摧毁了他们对于传统权威的信任，那么毛主义运动的蜕变则摧毁了他们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任。从1996年开始，毛主义者发动了长达10年的人民战争，他们的革命理想在当时其实是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的，但是当他们在2006年进入主流政治并且掌握权力之后，民众的期望迅速化为泡影，曾经的革命领袖非常快的融入了他们曾经誓言要摧毁的那个腐败低效的官僚体系，他们追求奢华的生活，涉嫌腐败的报道层出不穷。毛主义运动从一个武装革命者到又一个腐败利益集团的蜕变，对于尼泊尔的政治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它让年轻一代对于一切宏大的政治叙事跟革命的承诺都产生了深刻的免疫力跟深深的怀疑。所以这两次相继发生的历史的创伤叠加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不断加深的信任的赤字，并且非常清晰的代际传承给了2025年9月走上街头的 Z 世代。他们的反抗是对自2001年以来整个尼泊尔政治系统连续性失败的一个结构性的反叛。将来的形势演变，尼泊尔军队的态度将是绝对性的变量。
作为国家最后的稳定器，军队高层的选择将直接决定尼泊尔是会滑向动荡的深渊，还是会被推向强人的轨道。对于正在全球拓展利益的中国而言，尼泊尔事件提供了极其深刻的启示。首先，必须超越一切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动荡简单归因于是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这么一个认知的惰性。尼泊尔的案例其实非常清晰地表明，深刻的、真实的内部的社会经济矛盾才是动荡的根本原因。那如果忽视这些民怨，不仅会误判形势，更会使中国的海外投资跟战略布局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其次，在推进"一带一路"这样的全球倡议的时候，仅仅与当地的政府跟精英阶层搞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学会建立与当地社会，尤其是与熟悉数字媒体、受全球化影响深远的年轻一代直接沟通的渠道。否则的话，中国的投资项目会非常容易在当地青年的心目当中与腐败跟不透明的那些旧精英捆绑在一块，被妖魔化。而最后，尼泊尔的悲剧它并非独一无二，它揭示了21世纪许多国家乃至于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困境。比如说，全球青年普遍面临的一个就业困难跟阶层固化的问题，比如说社交媒体作为父权工具和撕裂社会的双刃剑，再比如说在新一轮大国竞争的背景底下，像尼泊尔这样的坠儿小国，他们的国家主权跟发展的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能够自主的呢？在雪山之巅的十字路口，尼泊尔的未来依然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而它的挣扎或许也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跟不确定性的全球的未来。在这个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看似非常微小的政策失误都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它也让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数字工具的时候。而更重要的是，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今天，小国跟小国人民的命运究竟由谁来决定？他们的愤怒跟诉求是真实的，但最终的结果会不会偏离了他们的初衷呢？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仅只是关乎于尼泊尔，也关乎你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任何想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